蜘蛛侠在蜘蛛侠的模仿比赛中得到了第2名。他拥有最接近漫画的身手，拥有最真实的少年感，也拥有超级英雄电影里最令人心碎的一段爱情。他不是不够优秀，相反，安德鲁·加菲尔德是最热爱蜘蛛侠的演员之一。为了这个角色，他穿上战衣，飞越纽约的高楼，把一个孤独、敏感、笨拙却依然选择善良的彼得·帕克带到了荧幕上。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格温，却没能等来属于他们的未来。他打造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蜘蛛侠世界，却在故事真正展开之前被迫画上句号。超凡蜘蛛侠的遗憾从来不只是票房和口碑，它更像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一个演员遇到了最爱的角色，一个角色遇到了最适合他的灵魂，但他们最终却输给了时代、资本和现实。今天我们重新走进超凡蜘蛛侠，看看这个曾经被低估的蜘蛛侠究竟经历了一场死一样的悲剧。要真正看懂超凡蜘蛛侠，我们就必须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08年。那个时候，整个好莱坞还在为山姆·雷米执导的蜘蛛侠3惊叹，全球8.9亿美元的惊人票房让索尼影业赚得盆满钵满。但在这张耀眼的成绩单背后，剧组内部的矛盾早已到了不可调和的边缘。在拍摄蜘蛛侠3时，制片人阿维·阿拉德凭着对商业利益的狂热强行干预创作，硬生生把雷米根本不了解的毒液角色塞进了剧本。雷米被迫妥协，拍出了后来风靡全网的恶霸马奎尔。虽然电影上映后票房大卖，但剧本结构的臃肿和创作理念的分歧早已为这个经典系列的戛然而止埋下了致命伏笔。尝到甜头的索尼趁热打铁，火速启动了蜘蛛侠4的筹备计划，连剧本的8字还没一撇，就直接宣布定档2011年5月6日。索尼原本想保留原班人马，由雷米继续执导，托比·马奎尔继续主演，反派阵容甚至规划了约翰·马尔科维奇饰演的秃鹫，迪伦·贝克饰演的蜥蜴人，以及安妮·海瑟薇饰演的黑猫。但这彻底触碰了雷米的底线，一部电影强行塞进好几个反派，这哪里是拍电影，分明是在拍一场反派大乱斗。雷米看着索尼提交的一版又一版糟糕透顶的剧本，深知在索尼给出的极其苛刻的制作周期内，根本磨不出高品质的剧本。为了不毁掉自己亲手打造的经典 IP，2010年，山姆·雷米毅然决然退出了项目。托比·马奎尔见状，也果断选择共同进退，正式辞演。索尼不得不含泪宣布，蜘蛛侠4彻底取消。但相较于雷米与托比的离去，真正让索尼高层夜不能寐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合同。当年索尼从漫威手里买下蜘蛛侠的电影版权时，合同里写着一条极其霸道的限制条款：如果索尼在5年内没有推出新的蜘蛛侠电影，蜘蛛侠的版权将无条件、无偿的自动收回漫威。蜘蛛侠3的上映时间是2007年，这意味着索尼必须在2012年之前让一部全新的蜘蛛侠电影出现在全球电影院的荧幕上。距离最后的生死期限只剩下短短2年。在版权倒计时的逼迫下，索尼没有退路，只能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彻底颠覆蜘蛛侠。在选拔新导演时，候选名单里甚至出现了凭借拆弹部队斩获奥斯卡的凯瑟琳·毕格罗，以及指导过七宗罪的视觉大师大卫芬奇，但这2位影坛名导居然全部落选。索尼最终选中的是此前只拍过一部爱情小品《500天的夏天》的新人导演马克·韦布。索尼对外宣称的理由极其诡异，韦布擅长捕捉青春期细腻的情感与人物关系，能为这个超级英雄赋予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但好莱坞内部心照不宣的真相却是，选择一个缺乏大制作经验的新人导演，最大的好处就是好控制。在经历了大牌导演雷米的不听话事件后，制片人阿维·阿拉德绝对不允许再出现任何敢跟片方顶嘴的导演，话语权被剥夺的导演沦为了资本的执行工具，而真正掌舵这个系列命运的只剩下急于求成、满脑子商业算盘的资本家。尽管是在资本倒计时逼迫、剧组被片方强行把持的阴影下诞生，超凡蜘蛛侠依然凭借着无与伦比的选角，撞出了超级英雄电影史上最闪耀的火花。在漫长的选角阶段，约瑟夫·高登·莱维特、罗伯特·帕丁森，甚至丹尼尔·雷德里克夫都曾参与过试镜，但最终26岁的安德鲁·加菲尔德杀出重围。他不是演出来的蜘蛛侠，他本身就是蜘蛛侠的狂热信徒。3岁那年的万圣节，小小的加菲就穿上了蜘蛛侠的紧身衣。当得知自己拿到这个角色时，这个高大的男孩甚至激动的当场落泪。为了彻底撕掉前作的标签，演活这个活在当代的高中生，加菲展开了长达6个月的魔鬼训练，篮球、跑酷、武术、体操、蹦床、滑板。他在镜头前展现出的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那种肢体扭曲的修长感与绝佳的弹性，几乎完美的复制了漫画格子里那个游走在建筑缝隙间的小蜘蛛。而这部电影最令人念念不忘的，莫过于加菲与艾玛斯通饰演的格温·史蒂西之间那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挚爱情。
马克韦布把他在500天的夏天里的细腻灵动全部倾注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互动中，你甚至能从荧幕上闻到那种属于17岁夏天的空气香气。走廊里，加菲饰演的彼得·帕克和石头姐饰演的格温在走廊偶遇，两人手足无措地站在镜头前，加菲结结巴巴地想要邀请对方，眼神飘忽，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而石头姐饰演的格温则微微低头，眼神带笑，用充满看穿一切的温柔眼神注视着他。那段毫无逻辑，全是的台词，把青春期少年面对心上人时的那种笨拙、娇羞与荷尔蒙萌动演得淋漓尽致。在格温家的天台上，当彼得终于坦白自己的身份时，他没有使用任何宏大的词汇，他只是用蛛丝轻轻环住格温的腰，轻轻一拉，将他拉入自己的怀抱。那个深情的拥抱与月光下的吻，直接成为了全片最动人的高光时刻。他们在戏里假戏真做，在戏外也坠入了爱河。正是这种真情流露的爱意，赋予了超凡蜘蛛侠全系列最不可替代的灵魂。它不是一部披着爱情外衣的科幻片，它是一场发生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纯粹而动人的青春爱情。更让人惊艳的是电影在工业视觉层面树立的标杆，全片采用了顶尖的实景拍摄与真 3D 技术。当蜘蛛侠戴上面具穿梭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时，镜头频繁切入第一人称视角，耳畔撕裂的风声，急速俯冲时的失重感，蛛丝拉紧时的金属张力，以及高空荡秋千时那种极其丝滑的轨迹，给当年走进电影院的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震撼。尤其是在电影的高潮部分，受伤的蜘蛛侠拖着被警官子弹打伤的右腿，在夜色中艰难挣扎。曾经被他救过的塔吊工人站了出来，通过无线电呼吁全城的吊车司机。那一刻，一座座巨大的黄铜吊臂在夜空中依次旋转，排成了一条直通奥斯本大楼的空中通路。彼得深吸一口气，借助蛛丝在吊臂间奋力跃起。那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对好邻居这3个字最燃最温暖的注解。超凡蜘蛛侠1拥有顶级的视觉特效，全网公认最甜的爱情线，全球也收割了 7.58 亿美元的票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完美重启的开端。然而，当狂欢散去，电影在口碑与商业回报上却远远没有达到索尼预期的大爆，甚至评分仅仅维持在刚过及格线的水平。抛开外界因素，这部电影在剧本与人设上犯下了3个无法抹平的致命错误。第一个致命错误是对蜘蛛侠核心精神的背叛，也就是血统论的荒谬介入。蜘蛛侠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如此巨大的共鸣，是因为彼得·帕克是一个碰巧被蜘蛛咬到的普通孩子，他会为了交不上房租而发愁，会被校霸欺负，会因为暗恋女孩而害羞。他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基因有多特殊，而在于一个极其平凡的普通人在获得能力后选择承担责任。但超凡蜘蛛侠为了故作高深的铺设悬念，强行引入了彼得父母失踪的线索。电影在细节里暗示，彼得父亲理查德·帕克研发的00衰变率算法是注入了彼得家族自身 DNA 的，也就是说，奥斯本大楼里成千上万只蜘蛛带有帕克家族的独特基因，只有带有帕克家族 DNA 的人被咬，才能激活蛛丝与人体结合的超能力，其他人被咬则完全无法融合。这一改动极其致命，他把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蜘蛛侠的平民英雄传奇强行降格成了天选之子的家族遗传史。当英雄的诞生依赖于基因血统，蜘蛛侠身上最打动人心的草根精神与平民光辉便被摧毁得一干二净。第二个致命错误是反派动机单薄与悬念的彻底脱节。相比于山姆雷米版绿魔在镜子前的人格分裂，章鱼博士被机械触手控制后的悲剧挣扎，本片的反派蜥蜴博士塑造的极其平庸与脸谱化。康纳斯博士本是一个渴望通过跨物种遗传学造福人类、治愈自身残疾的温和科学家，然而在注射药剂后，他的黑化逻辑突兀的令人发指。上一秒还在为断臂再生而欣喜若狂，下一秒就毫无预兆地变成了要把全纽约市民都变成蜥蜴的疯子。这种缺乏内心挣扎与情感铺垫的转变，让反派沦为了单纯为了打架而打架的工具人。更糟糕的是，剧本充斥大量虎头蛇尾、无法回收的逻辑漏洞，比如丢失的本叔叔仇人。电影前半段，彼得因为愧疚而疯狂在街头寻找左手有星星纹身的杀人凶手，这本是支撑他穿上战衣的核心动力。但到了电影中后段，这条线索竟然被剧本彻底抛弃，杀凶手的事情再也没人提及，甚至在后续的衍生游戏里才顺嘴交代了一句该凶手已被其他反派反杀。还有安保如同虚设的大楼，作为全球顶尖的高科技企业，奥斯本大楼的绝对机密实验室竟然能让一个高中生凭借随手记下的简单密码随意进出，连最基本的虹膜或身份验证都没有，逻辑简陋的让人出戏。第三个致命错误是资本剪辑导致的剧本支离破碎，为了追赶商业节奏，强行将片长压缩在宣发数日区内。制片人阿维·阿拉德与索尼高层在后期剪辑阶段
对导演马克韦伯的原始剪辑版进行了近乎野蛮的割裂与删改，许多探讨彼得内心创伤与本叔叔情感递进，以及康纳斯博士人性挣扎的文案与戏份，被片方毫不留情的一刀划掉。安德鲁·加菲尔德在电影上映后，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过极其罕见的愤怒与无奈。这位深爱着蜘蛛侠的演员，甚至当着镜头的面公开承认，看到自己用心饰演本可以拥有深刻内涵的电影被片方在后期剪得稀碎，他感到彻底的心碎。如果说超凡蜘蛛侠1的遗憾还只是资本干预下的小试牛刀，那么随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一场彻底的毁灭。超凡蜘蛛侠1上映后，虽然口碑平平，但 7.58 亿美元的票房依然让索尼看到了生机。而就在此时，隔壁漫威影业的复仇者联盟1在全球狂揽15亿美元，彻底开启了漫威电影宇宙的黄金时代。看着漫威靠着英雄宇宙赚得盆满钵满，急功近利的索尼高层彻底坐不住了。他们不顾超凡蜘蛛侠第1部在叙事上的缝缝补补，强行要求在超凡蜘蛛侠2里完成对标漫威的宏大布局。他们要一口气铺陈邪恶六人组、毒液、黑色战衣、绿魔、电光人以及犀牛人。2014年上映的超凡蜘蛛侠2彻底成为了索尼野心膨胀下的牺牲品。一部2小时的电影，既要讲电光人的悲剧，又要塞入哈里·奥斯本的黑化，还要预告犀牛人与邪恶六人组，同时还要铺垫彼得父母的神秘身世，最后还要完成格温之死。过度的商业堆砌让超凡2的剧本彻底失控，口碑遭遇滑铁卢。而比剧情崩盘更残酷的是戏外的现实。2014年，索尼高层在巴西举办了一场极其重要的盛大发布会，准备隆重宣布超凡蜘蛛侠3定档2016年的计划。然而当时身患重感冒，身体极度不适的加菲未能出席那场发布会，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傲慢的索尼高层。在资本家眼里，演员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打工人。不久后，索尼单方面撕毁了与加菲的合同，直接解雇了这位全心全意热爱着角色的演员。原定于2016年上映的超凡蜘蛛侠3在悄无声息中被永远抹去。失去了加菲的索尼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力独自经营这个巨大的 IP， 他们最终放下身段，选择与漫威达成协议，将蜘蛛侠送入了漫威的怀抱。汤姆·荷兰德穿上了全新的战衣，在美国队长3中横空出世，开启了属于荷兰弟的3部曲。属于安德鲁·加菲尔德的超凡时代，就以这样一种极其屈辱、极其不公的方式被迫画上了句号。直到2021年，蜘蛛侠英雄无归上映，穿过金色光圈的加菲再次穿着那套熟悉的超凡战衣出现在荧幕上时，全场影迷尖叫欢呼。而在电影最震撼人心的一幕里，荷兰弟版的 MJ 从高空坠落，荷兰弟救之不及。绝望之中，加菲饰演的超凡蜘蛛侠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在风声咆哮的高空中，他张开双臂，稳稳地将 MJ 抱在怀里，安全落地。当落地的 MJ 问他你没事吧的时候，加菲看着眼前安全的女孩，眼眶里积攒了整整7年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他没有说话，但所有人都读懂了那滴眼泪里的万千情绪。那一刻，他终于救下了心中的格温。那一刻，这个曾经被资本抛弃、被时代错配的男孩，终于在另一个宇宙里完成了对自我也对所有影迷的终极救赎。时代欠安德鲁·加菲尔德一个交代，但他用自己最纯粹的表演证明了他配得上是最好的蜘蛛侠，只是时代与资本没有给他一个最好的剧本。从2002到2012，蜘蛛侠的战衣换了一套又一套。也许在资本的算计里，超凡蜘蛛侠只是一个未能完成的过渡品，但在无数影迷心里，它却是一段无法被复制的青春绝唱。我们怀念超凡，不仅是怀念加菲与石头姐在月光天台上的绝美一吻，更是怀念那个会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摘下面具，在夜色里笨拙摸索，为了守住一句承诺而满身伤痕的少年。他没有漫威宇宙里钢铁侠赠予的纳米科技，也没有老版蜘蛛侠那种被神化的平民光环，他只有一双用手工缝制的紧身衣和一颗赤诚到有些傻气的灵魂。当繁华落幕，票房的数字终会被岁月淡忘，但人们永远会记得，曾有一个男孩带着对这个角色最纯粹的热爱，在纽约的夜空下画出过最耀眼的弧线。他救下了所有能救的人，却唯独被时代与资本留在了那个下着雨的夜晚。最后想问问大家2个问题：如果当年给加菲一部超凡蜘蛛侠3，你最希望看到他迎来怎样的结局？在你心里，最好的蜘蛛侠电影究竟是哪一部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这里是圆追影，我们下期见。